不是说我去接你们，怎么自己跑过来了？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？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，但我们可以先过去，在附近逛逛。林医生，我有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刚刚去见了我爸，他说你聂总，他来苏州了。他说我什么？你认识马念元？这人是谁啊？你果然不认识。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？同样的，林雨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。到底是哪里不对呢？聂总说我认识。这倒奇怪了。是很奇怪。我爸的事情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是指略有耳闻？所以，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。我爸说，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，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。你说什么？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。2年前1月份，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，我和外公一起去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有吗？原来是这样。你回国了吗？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去找你。跟我来。去哪里啊？宋江。出来。南森，你过来通知我，好让小子扫踏相迎啊！邵佳琪，西光，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？邵佳琪，2年前我车祸前，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让我去无锡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儿？我对不起你一辈子，我知道。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，再重复一遍。天哪，
求你饶了我吧！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，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。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。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，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。行了，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。我哪里还记得？那好，我复述，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？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，你打电话跟我说，来无锡呗，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。我说，你还有这闲心？谢了，大可不必。是不是这样？兄弟，你记性太好了，是这样没错。不是我记性好，车祸后，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，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。然后你说，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？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，今天碰到她，她主动提及你，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。这美女不骗你，叶成远的女儿。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？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，我就被她误导了，以为那是聂叔叔的私生女。最近才知道真相，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。老天，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？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曦光吧？不是，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？我送你回去。对不起，以前没关系。我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。好。
你下午匆匆忙忙跑走，是不是去问林宇森了？他承认了没有？人证都在，他难道还能狡辩？现在知道爸爸说的没错了。乖女儿，听爸爸的，立刻跟他断了。你从小被爸爸妈妈捧在手里，天真单纯，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心多险恶？外面人心的确险恶，但险恶的不是林宇森。他又说什么把你唬住了？哎呀，你真是鬼迷了心窍啊！马念远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，林宇森对他有好感，所以他通过邵佳琪邀请林宇森到无锡去赏梅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他邀请林宇森用的名义是什么？聂成远的女儿。他误导邵佳琪，让邵佳琪以为她是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，而邵佳琪没有说她的名字，所以林宇森一直以为邀请他去无锡的人是我。不可能。你当然可以无条件相信他，但你若还有做父亲的几分责任心，你不妨去找邵佳琪了解真相。哦，你不会去。堂堂聂总怎么会放下这个脸面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林宇森从来没有对马念远有过好感，而马念远甚至在林宇森车祸之后看都没有去看他过一眼。所以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，但天真的不是我，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，是你。隔间玻璃上，看不清方向，一如既往。笔在心中融化，却听不到回答，如何放下？完美结局是不分离，最怕我还是失去你。时间如何带走悲伤，最后剩我游荡，睁开眼闭上眼，你长大后想干什么？我长大想做外科医生。怎么想当医生啊？爸爸还指望你子承父业，当个商业天才呢。他还是当医生好，妈妈喜欢医生。对，当医生好。哎，小森奶奶是中医，小森是西医，以后我们家呀，中西医合璧，天下无敌。还在老地方许下了愿望，写在心上。你是我的梦想。爷爷今天做了鸡翅，我们未来的小医生多吃几个，吃啥补啥。要当外科医生手最重要，以后去和朋友打篮球都要小心一点啊。知道。最怕我还是失去你，飘舞我在记忆长廊，找寻你的微光，不想写下最后篇章。
11点了，林总怎么还没来？难道因为放了我们鸽子，畏罪潜逃了？林总出差去了，大家最近有工作啊，都跟张总汇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主任。知道了。怎么突然出差了？喜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今天才知道。我离开一段时间。好。你是傻子吗，林玉森？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，还会想和我在一起？你去哪里了呢？是你让我变透明，我是模糊地，才轻易被忘记。如何能够走进你的心，在你身后徘徊犹豫？我和你是相互错过的季节，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剩下将让人恋不歇，在另一个世界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。老板，请问这边有信纸吗？哦，不用，我给你拿。给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这个世界剩下将让人恋不歇，在另一个世界，纯白的心常年下雪深夜，又辗转几遍，还未曾妥协，怎么放下执念？习光，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，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，一切都那么无聊，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。珊珊，周总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好久不见。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？我找你半天了。你不要忙着接待宾客。我偷个懒。你今天出现在这里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你外公带你进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眼花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们忙碌的大医生，居然也愿意出来社交啊？被院里派到无锡来交流开会，外公知道了，直接开车到医院门口来接我，不得不来。
我说呢，你怎么不跟老爷子一起啊？他在贵宾室谈一个项目，我找个借口出来了。你这也太识趣了吧！甚远的事情，你就一点都不想沾？好了，我说你别这么闭塞了。来来来，我带你逛逛，打打招呼。这次来的宾客不只是无锡本地的，说不定以后你用得上。我一个医生，认识商界的人做什么？我和他们唯一有可能的交集，就是在手术台上。可怕的一声笑话。邵先生，于总正在找您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快去吧，我一个人待在这里休息吧。好。哎，晚点走，晚上我们宵夜。今天来了不少大人物呀。于总嘛，一向最讲究排场了。陆总，我跟于总打个招呼。于总，欢迎欢迎。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啊！聂晨远也来了，他旁边谁呀？他女儿我见过，这不是他女儿。他不是离婚了吗？这个难道是新夫人？你们男的就是龌龊。今天有幸再见到聂总，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！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，聂总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尽管开口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。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来了，这才是聂晨远的女儿，有好戏看了。The sun in my life,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发现了你。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Sun in my life,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这结合得多漂亮啊！电子版就适合现代风格。的确，咱们一开始也没想到融合在一起能有这么惊艳的效果。这一稿大家都比较满意，昨天我也给张总看过了，他没有什么问题。那等林总回来看过之后，差不多就可以定下来了。好，那也不枉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赶工了。大家辛苦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祝大家周末愉快。不辛苦，充满激情。不过小聂，你倒是辛苦了。现在各种技术和建造难点，你都了如指掌，下了不少功夫吧？被你发现了，的确偷偷学习了，但了如指掌还远远谈不上，后面要向大家请教的问题还多着呢。毕竟这才刚定下设计，在施工里肯定有很多问题。是这个道理，我也得学习。毕竟 BIPV 说到底还是个建筑。我们丁总说了，
马上工厂竣工，咱们就全力盯这个。谢谢丁总。哎呀，大家都走光了。是啊，今天周末嘛。哎，对了，这周苏大举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听一听？很多行业大拿都会来。我们就算了吧。我肯定也没兴趣。具体什么时间啊？我今天得回家，但是我周日可以过来。我把信息发给你。行。哎，周日有陆双航教授的讲座，你知道他吧？知道，我看过他的书。嗯。花总，你也去吗？我就不去了吧。最近在光伏花园花了一些时间，周末我要蹲实验室补上。回头要是有什么资料，你带回来共享一下。好。咱们的光伏小花园是不是还没名字呀？就叫光伏花园吗？对啊，我们得起一个拉风的名字，但是一下就能记住那种。有名字的。叫什么？流光花园。流光飞舞的流光，挺浪漫。哦，不是留下的留。哎，好名字。留住光比流走光好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，提高光电转换率。是好名字。希光，你取的吗？是林总取的。走吧。哎，叶希光，有你的快递。哦，你们先走吧。嗯，刚送来的。谢谢啊。隔间玻璃上，看不清方向，一如既往。笔在心中融化，却听不到回答。当时他是在苏州无锡段高速出的事，送到苏州另一家医院。我们外科医生需要付出10年以上的努力才能站到手术台上，他才刚刚开始。他就是在这段高速上出的车祸。那他上次送我回去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在想什么呢？那时候他以为我才是邀请他过来，又弃他于不顾，害他再也没有办法拿起手术刀的人啊。希光，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。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，一切都那么无聊，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。那就辛苦我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去参加宴会了，妈妈真的有点不放心。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都大3了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说几句好话，然后找个角落吃东西，吃完我就回家。就是这样。但是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不明白，
明明于阿姨和你关系更好，为什么她明知你和爸爸离婚了，还是爸爸的错，她还要邀请爸爸去参加他们宴会啊？要不是你有事情耽搁回不来，那不就碰上了吗？因为他除了是妈妈的朋友，更是一个企业领导者。他询问过我的意见，但这样的询问只是个过场。我懂了。不要叹气，人生知己本来就不多，不能对别人有太高的要求。好吧，那等一下我要大声地说，我是代表我妈妈江云来的，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呢。阿姨，尚叔叔，好久不见。我妈妈有事耽搁，得明天才能回得来了，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。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，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，祝阿姨永远漂亮。还是继光会说话，都说到我心坎里了。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们约了，回头我们单独再聚。到时候你可要来哦。那当然呀，吃饭我最乐意了。Hey, Vincent, good to see you. How's it going? 那阿姨你先忙。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？佳琪，这孩子一有功夫就不见了。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？她从美国回来了，一会儿啊，让她跟着照顾你啊。没事的，阿姨，你先招待客人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。那好吧，玩得开心。Yeah, you Richard, you're my friend, aren't you? I know that, Mr. 展身手。任务已经完成，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？真无聊，还不如回去和江润一起打游戏呢。于总的面子好大呀，盛人家的老总都带着盛然的后辈啊过来了。哦，企业20周年庆典肯定得大操大办，不过能请得来盛总，估计啊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。哎，苏总，我跟于总打个招呼。于总，远程的聂总来了。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啊！他旁边那位是谁呀？那个我刚好知道，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，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。张总，你说话还挺含蓄。什么好朋友？就是那个，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。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，要不然能那么上心来到宴会上。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，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？什么敢不敢？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？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，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。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温柔贤惠，把家顾好，做好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日子自然过得好。可她呢，非要逞强好胜。据说有时候在公司，聂总的面子都不给，完全分不清大小王。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了，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。我听说呀，他刚一离婚就后悔了，想找聂总复合，不愿意。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，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讨无趣呀？再说了，人一走茶就凉，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。哎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。聂总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你好，你是？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徐大峰啊，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，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。哦，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，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！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，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尽管说话。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。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
西光，你今天也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代表妈妈过来的，不需要跟你报备。你，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。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，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。刚刚坐在那里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，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，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。怎么回事？聂小姐误会了，聂总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？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，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。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，诋毁毫不相识的人，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，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，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。聂小姐言重了，抱歉，抱歉，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，得罪了。聂总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你尽可以解释，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，你侮辱创始人，这生意要是做成了，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。还有，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，你心里既然看不起，又何必参加呢？于阿姨，借地方处理点事情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直到发现了你，那个时候你正对人发怒，全场都被你吸引了目光。身边有人说你骄横，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，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，生气勃勃。原来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，这么早啊？问啥？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还是单身狗呢。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。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。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，其中也包括你。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，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，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。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，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。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，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。所以几天后，当我接到你上面的邀请时，我简直欣喜若狂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，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。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出了车祸，我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。原因除了手，还有眼睛。那段时间，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，心想，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。我不会迁怒她，怨恨她，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。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？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，且从未解除。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，我离开了盛源总部，到了苏州，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。是了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，根本不是你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晚饭吃了没？林玉森，习光，我收到你的信了。明信片很漂亮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，敦煌、七彩丹霞、凉州，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？我现在在北京，本打算今天飞回去，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，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买了一夜直达的票，明天早上到苏州。你还去了北京？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。哦，这样。北京回苏州，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？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？习光，你确定吗？你大概几点到无锡？我去接你。妈，我接个人。你去接谁啊？我回来再跟你讲。今天希光起得特别早，钻进厨房问我有什么吃的。我说给他下碗馄饨都等不及，吃了个包子，喝了几口豆浆就跑了。女儿长大了。好像出来的早了点。待会儿林雨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跑到这里来接，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？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？
出站口在那边，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哎呦！你靠近那一瞬间，风都变得有点甜。我假装在看旁边，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。咖啡冷了一点点，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，偷偷想你一整天。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？像老电影疯狂的对白，却让我一直期待。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。西光，是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出站口太冷了，我穿大衣都要冻死，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，有暖气的。然后既然检票了，我就跟着下来，不然少检一张票，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，不检火车怎么赶走？喂，我不是说9点吗？你还敢提？你是跟我说的9点，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，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，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，一列是10点多，根本就没有9点的。你干嘛骗我？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。我怕你说，林雨森算了，太早了我爬不起来，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。我才不会这样呢。现在我知道了。给你，帮你带了小笼包，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。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路上正好看见，就下车买了。你就当我一时抽风。怎么会？我正好饿了，我们找个店热一下。好，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。是吗？那很合适现在吃。走啦，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？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。我们带着一份上门，会不会像奇怪？有道理。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请慢用。谢谢。快尝尝。哇！吃得惯吗？一会儿吃完，你想去哪里玩吗？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太湖现在也太冷了，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，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，或者去三国城、水浒城，不然源头渚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。
就去梅园，梅园门票最便宜了，你帮我省钱了。我来开吧。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，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然梅花都谢了。怎么开到太湖边啊？前面有个路口，你开错了。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，你开中间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，而且我合理推测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。不要回头了，这里很好。什么？你看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。一开始在公司，你才会那样对我。是。那你后来为什么？明明在你心里，我曾弃你于不顾。身不由己。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。或许佳琪没说清楚，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，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，所以选择性遗忘。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。又或者，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，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，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。我找了很多个原因，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，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，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？一点都不感动。你问都不问我，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。
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。可是希光，除了你，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想过会不是你。对不起。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？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，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，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，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？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，你爸爸就来了。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，跑那么久？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。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。可是最后却发现，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一个谎言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。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希光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大三寒假，参加完宴会，回南京后，原来比我晚。这几天，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。什么？元旦后，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。你说，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，那样我不会怨恨，不会去想，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可是，居然是我先认识你的。以后我和你在一起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r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希光，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。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什么内疚，是正常发展，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r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
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？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？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。好吧，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。我刚刚只是不作为，可没乱指路，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。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还要去梅园吗？不用了，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。那我们直接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记得过年前，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，从头吃到尾。好像是说过。你记性真好。那当然，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，我都牢记于心。以后会计给你当，那就去南长街。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。妈，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，不回来吃饭了？你怎么知道她来了？你都是我生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。哦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。什么？就是刚刚，我们支支吾吾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谈恋爱啦？嗯。才谈呀？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。才没有，就刚刚才开始。所以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。行，算我没白养你。好了，你跟小林好好吃饭，回来妈妈再跟你说。嗯，好。好了，跟妈妈说好，我不回去吃了。好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既然都告诉阿姨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？不行，你要专心开车。明白了。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，我打这个电话。啊，工作电话吗？当然不是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我平时难道不大方？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，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很想请。哎，
名义上。不是吧？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，弄得这么快啊？哪里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。什么？家长都见过了？我去买个梅花糕。小心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人呢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带他去买梅花糕。哎，别，他在你边上吧？我受不了了，把电话给小聂，我要跟他说几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。哎呀，你少废话，快点！师兄想跟你说话。喂，方师兄。小聂啊，你也不好好管管。我在这加班呢，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。难道要晚上说？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，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，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。小聂啊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看他多嘚瑟呀，轻浮，太轻浮了。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还有没有机会退货？师兄，他把手机抢走了，都听到了。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！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，我去买梅花糕了。阿婆，2个梅花糕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现在出了这么多。师兄，怎么了？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，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，谈不好恋爱，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最好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是。哎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。明晚不行啊，我要去苏大听讲座。那就有空呼我啊，最好也不要太早。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，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影响我食欲。关医生，56床病人家属找你。哎，行了，你的宣言我已经收到了，挂了啊，我先去忙了。快来买单，我要了4个。一共32块。好嘞。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啊？不着急，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。真的？假的，我特别着急，特别招摇，奈何瑞士时间我妈还没起床。帅哥给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吃了再来啊。我撕一下，1人1半。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你要一口不想吃，可以给我。哦，好吧。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？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，花总推荐的，我发给你。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，我都想听一听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那肯定啊，你要当我司机。第2个想吃什么？这个吧。
我想起来，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。谁？等一下，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。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。江瑞，不告诉他的话，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，又要哇哇乱叫了。听起来后果很严重，必须要及时告知。不过，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？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。而且，我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，毫不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我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哦吼，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？林哥嘛，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。是早就找到了，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。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，安排合理不？非常合理。那你快下车啊，要赶不上了。等等，还有件事。干什么？握手道别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，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？不要骗人，来，写一下。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我带走。
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，命运写好的剧情。Just you and me, just you and me。妈，你在等我啊？回来了。9点50，还没满10点呢。我又没说你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小林呢？当然是回苏州啦。我把他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。过来坐。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？我们去看了梅花，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，下午去了灵山大佛，晚上吃了排骨跟鳝糊，刚刚才把他送回去。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。好呀，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，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，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？哎呀，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，早就安排好了，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。跟小林在一起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，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，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，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。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，运气好的话，什么心都不用操啊；运气不好，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。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。有妈妈，我就是最好的运气。哼，这恋爱没白谈呀，嘴都变甜了。我头发已经吹干了。那早点睡，今天跑了一天。你也早点睡，你都跑了好多天了。好，那晚安。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。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？以前不够名正言顺，现在说早安和晚安，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。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。这几天你不见了，还觉得怅然若失。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明天去听讲座，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，毕
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。还有着装要求？当然。人呢？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，怎么才能像大学生？什么发型？发个照片来看看。不发了，锅盖头。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？真的晚安了。好，真的晚安。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从火车站接到你，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，这么难看？没有啊，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。但是，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。那怎么办？低下来，拿着。不这么严实，好像好一点。主要是给你看的，你满意就好。那就这样。哎呀呀！行，哎。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？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，也没心思打理，经常就这样。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。都在上海家里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。林总，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。谢谢夸奖。还有一个汤啊！竟然盘尾这么多，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？不是吧？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，所以才给的多。太多了。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，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。哎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。虽然老师请我吃排骨，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。2块也不行。那就算了，反正挂科了，也是要重修的，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。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，换个课。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？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？你说的对。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，
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，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。我以前做事嘛，也算是认真，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。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，一切就变了。我需要去学习，去了解所有的逻辑，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。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，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，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。哎呀，我说的有点乱，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的感受？就是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站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、完成任务。明白。所以说，我也是有功劳的。那可未必，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。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，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。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。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。而且啊，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，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，我又有点开心。开心什么？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8个字嘛，迭代技术，重返西北。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，所以我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，感触颇深。光伏需要西北，西北也需要光伏。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，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。我们跟紧国家，不要掉队就好。嗯。